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那就是芽苗菜到底应该生吃还是熟吃呢？前2天呢，我发了一篇关于芽苗菜的视频，那介绍了几种吃法。结果评论区有很多人问我，这芽苗菜直接生吃能行吗？是不是得焯了水再吃呢？我知道大家的顾虑哈，比如说生的芽苗菜里会不会有草酸、抗营养因子，吃多了会不会得肾结石、肠胃不舒服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就用科学加玄学，一次性说清楚。首先呢，有一些芽苗菜里确实有一些不好的成分，那比如说草酸和抗营养因子。那摄入过多的草酸呢，可能会和身体里的钙发生结合，形成草酸钙。那抗营养因子，比如说凝集素、皂苷等，会让肠胃罢工。但是别慌，只要焯水30秒钟，这些黑暗势力就会被这个高温直接分解掉。不过问题来了，高温同样也会把芽苗菜里的活性酶、植化素一起带走，剩下的呢，就仅仅是纤维素了哈。那咱辛辛苦苦发了1周的芽苗菜，最后就为了吃这点纤维素，菜市场买点菜咱不香吗？况且种子也不便宜，尤其是西兰花的种子得100多块钱1斤呢。所以咱不卖关子，先上结论：豆类的芽苗菜熟吃更安全，其他的芽苗菜生吃更有营养。咱先说豆类芽苗菜为什么要熟吃哈？因为豆类中呢，通常含有抗营养因子3巨头：酶抑制剂、皂苷以及凝结素。那酶抑制剂呢，会影响肠胃对于蛋白质的消化，来造成消化不良。那皂苷呢，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肠道不适。凝结素呢，可能会潜在的影响我们的肠道健康。当然了，这些不仅存在于豆类的芽苗菜当中，各种豆子里面也都有哈。所以豆子吃多了，我们就容易消化不良。那豆类芽苗菜有哪些呢？除了黄豆、绿豆、黑豆等各种豆子以外，像花生芽、豌豆芽也是要熟吃的。那在这里呢，我额外提一下，花生芽其实我是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面来种植的，因为花生呢生长于地下，很容易感染黄曲霉菌。那不过黄曲霉菌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哈，高温就可以团灭它们。但是黄曲霉菌在潮湿温暖的环境下呢产生的黄曲霉素那就无敌了。黄曲霉素可是国际公认的1级致癌物，更牛的是哈，它是耐250度高温的。那我们日常烹饪的温度也就是100到200度，所以真的想吃花生芽，咱还是买现成的比较好。好了，说完了需要熟吃的豆类芽苗菜，剩下的这些芽苗菜你就放心大胆的生吃吧。从表面上来看呢，生吃芽苗菜为我们提供了萝卜硫素、芥子油苷、植物雌激素、维生素等被人类定义的各种所谓的营养素。但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吃的是活的食物。那抛开这些有名带姓的营养素哈，从宏观上来讲，这些活的食物带给我们的是具有生命力的能量。那正如杨定一博士在《真元一》中所说，活的食物是最健康、最有疗愈力的工具。那活的食物充满了活性酶，而我们的身体同样是由数以千计的酶构成的。我们每天需要摄取这些活的食物，不仅仅是为了获取那些营养，更是为了补充那些看不见的生命力。但遗憾的是，现代的饮食当中呢，大部分食物都被煎炒烹炸杀死了。长期食用这样失去生命力的食物，虽然能维持生命，却会让我们逐渐失去活力和能量，甚至引发各种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慢性炎症。想想看，你每天能吃到多少还活着的食物呢？那除了这些生机勃勃的芽苗菜，发酵食物也是活的食物的重要来源。大家可以进入我的主页看看那些轻松就可以在家完成制作的发酵食品，那比如说酸奶啊、泡菜呀、纳豆啊、天贝啊、康普茶等等等等。这也就是网上盛行的生机饮食，或者大家熟悉的名字抗炎饮食啊。言归正传，那芽苗菜呢，咱还是能生吃就生吃。咱辛辛苦苦发了1周的芽苗菜，总不能就吃个纤维素吧？好了，关于西兰花芽苗菜富含的超高抗癌物质萝卜硫素啦，还有这个妇女之友紫花苜蓿含有的天然雌激素，以及萝卜芽苗菜可以抗氧化、促进新陈代谢里芥子油苷啦，大家可以翻看我上一篇视频笔记，或者是这篇图文笔记。那视频笔记的最后呢，还有我最爱的、最方便的几种芽苗菜的吃法。如果觉得我聊的还靠谱，那就顺带手的点个赞，还有收藏，鼓励一下我吧。健康生活不是一时兴起，我是努力将健康融入日常的小唐。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